啊，你要听什么？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来乱拍新车系列了。今天我人就来到了 Bukit Jalil 这边。今天晚上 Cherry 就会邀请我们 Buka Puasa， 然后呢，顺便让我们媒体们看一下这个 Cherry Tiggo 7 Pro。如果你们看我之前的影片呢，就是有试驾过我们的 5， 还有这个 Tiggo 8 Pro 啦。Tiggo 8 Pro 呢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D segment 的这个 SUV， 7个人的一个车啦。今天会出一个比较小的，据说他会把这辆车带进来的，它是带着一个 1.6 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，它可以产生197 PS， 还有290个牛顿米，然后配搭的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。听说它会卖一个130千左右，只有一个等级。如果在这个价位里面，你想一下，你可以买到哪一个车这么猛的嘞？我们不叫小钢炮，这个可以叫中钢炮，价钱可以拿到这么厉害，还有谁？是吧？所以等一下呢，公布给我们看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一下到底会是怎么样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了，带你们看一下 Tiggo 7 Pro，Let's go。就是大概给我们媒体们看了啦，所以这个价格呢是还没有公布的，因为它据说会在5月份左右呢会公布价格。据说它的价钱也是在130千之内。所以这辆车的动力规格呢是来自一个1.6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，拥有197 PS， 还有290个牛顿米，配搭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。0到100多少秒我们还不懂，但是我以前驾过 Tiggo 8 Pro 的那种心情、那种感受跟你们讲了，其实它的调教呢都是蛮不错的，动力油 response 也不错的，换挡的这个逻辑跟它速度也是算不错的。这辆呢是规定在一个 C segment 的一个 SUV 呢。如果你它竞争对手呢，它是打 Proton 的 X70 的，没有错。可是在它的外观上面，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比 X70 更小辆呢。但是轴距呢是跟它一样的啦。到时候呢就是拿到真车实体车的时候，我再做一个详细的 walk around review 试驾给你们看啦。所以这辆车的这个悬挂设置呢，前面是一个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multi-link的。如果来到一个 C segment SUV 还在用 torsion beam 的呢，好像有一点不太舒适的感觉呢。它哇，第一次 video boom 在我后面哦。新式的车头家族设计它有点长得像 Tiggo 8 Pro 的感觉，可是它比较四方，还有比较棱角一点，车头就有好像 Diamond Grille 这样的，还有智慧型的 LED 头灯。可是呢，这一次呢，它把日行灯把它搬下来，下面这边就是左右的。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为什么会买我那一款 Toyota Camry， 是因为它的 daylight 是在 bumper 下面，所以看起来有一点不同的风格。现在很多人都是比较想放在头灯里面嘛。打岔一下，我没有拍到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一定很好奇，这个是不是灯？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装饰的，有蓝边这样子的。可是呢，它其实是有洞的所以风其实是可以往里面透进去。而我看到好像有一个好像类似像 oil cooler 小个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？很小个，这里好像类似像 oil cooler 的，那边就有另外一个好像也是像 cooler 的，所以我都不确定是什么了。迟一点我们再做个详细的介绍新的也是 LED 的，前面有流水线的，可是在后面那个呢，它就是一个传统的灯泡。这辆车呢是配搭一个18寸的轮圈，那它用这是一个 Atlas 的一个轮胎，尺寸为225 55R 18寸。那4个卡钳呢都是喷上了红色的，前面是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面也是一个单活塞。这个是它油盖至于它的尾箱方面呢，是可以做64倾倒分离的椅子，现在都是 SUV 里面一定是会这样子做的了。如果不做的话，好像有点不太实用的感觉后面这个设计让我想起来一款车，那我品牌不要讲了，真的有点像。标准配备这一个电动尾门，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 button， 看一下有没有备胎一定有了。马来西亚人买车放心了，有备胎一定买的。如果在不把椅子躺平的情况下，它可以拥有475公升的这个尾箱空间。当你全部椅子躺平的情况下呢，可以拥有1600多公升的这个空间啦。关它。呀啦，电动尾门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有那个，当我有钥匙在后面的话，它5秒钟后会自动开啦。这个到时候拿到实体车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解。排气管是隐藏式的，下面就是一个multi-link的设计，后面写着290的，它意思不是它290 P 而是它的扭力峰值290啊。如果是 Tiggo 8 Pro 呢，是390。里面这辆车就有64种颜色7分灯啦。你要听什么？坐在后面这边，哎呀，
哎呦。这个椅背哦可以调整的哦，说到倾斜角度，这个是最倾斜的，所以它的整个坐姿呢，就给我想到了之前在 Armada 5的感觉，椅子就是偏软的，然后它的包覆性还是不错的，在背部那边。不过以坐长途来讲，我觉得是还是 OK 的哈。啊，这辆车还有一个全景天窗，你看到吗？还可以把这些遮阳帘全部完全打开，然后这个像类似呢 semi bucket seat 的感觉的，坐上去也是蛮舒服的，偏软的。后面就有冷气出风口，可是就没有的调节温度啊、风速那些哈。还有一个充电口，这里下面都是平的啦，后面这里有个灯，简单给你们看啊，因为只有一辆车给我们拍，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啊，有实体车的话会更加的好哈。打开门之后呢，可以看到有64种颜色的内饰气氛灯，就是会跟着音响播放啊，然后它会改变颜色这样子的。还有这个 Welcome Light 提供，两边椅子都是电动的调节，这里就是塑料哈，摸上去非常有质感的，还有一些路纹。整个内饰呢，就是让我想起来 Tiggo A Pro 这样子啦，啊，毕竟都是 Tiggo 系列嘛。这个也是 plastic， 可是就像 carbon fiber 这样，整个都是皮革包覆在这儿。还有在驶员这边呢，就会看到这些电动窗的按键哈，都是很 premium 的感觉，然后就是镀上一层银色的这种按键。24.6寸的双萤幕在这里，根本就是跟 Tiggo A Pro 长得一样嘛，就有2个萤幕，这里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都是无线的，它就可以换3种的这个主题，你可以换好像跟 Tiggo A Pro 一样就是了啦 ，Theme、Fashion。这个就是紫色的啦 ，Classic 还是比较好看的，因为我们这种爱驾车人还是要转速比较多。椅子还是可以有座椅通风的哦。然后这边就是跟之前我 review 的一样，就是对啦。它这个就是有一个无线充电在这里，然后还有2个置杯架，这个就是它的排档杆啦。踩着刹车就换去 D、R、P 是这边。如果你要用手动模式的话，跟之前一样哈，就是按99。它就会加减了，然后你是上下，来用 M1 啊、M2 啊这样子哦，很熟悉了啦。这里还有一个不同的驾驶模式，我们来看一下 ：Sports Mode、Eco、Normal。内饰都会跟着换灯哈，还有一个540度的全景 camera， 这里还是有通风的哈。还有灯哦，多贴心啊！这个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，还有前后。8颗喇叭 ，Sony 的哈，还有油压顶杆哈。这部引擎呢是刚刚我所说的1.6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啦，它可以产生197 PS， 还有290个牛顿米，配搭着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，而且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是 Wet Clutch 湿式的，平均油耗为大概14 km/L 左右啊。如果换算到来是7 L/100 km 的，那我很期待驾驶这辆车，因为我之前对 Tiggo 非常有好感，而且是在这么大辆 D segment SUV 的 Tiggo A Pro 上面，我觉得它动力来讲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棒，然后它的这个换挡的这个速度也是相当的快，所以很期待啊！大概5月份呢，他们呢就会正式的 launch 这辆车，到时候发布了这辆车之后，终于有车可以体验一下了的啦。如果这个价钱在130千里面，你可以选择的 SUV 呢，就那几辆，130千给一个1.6公升的 Turbo， 你会不会选择 Chery Tiggo 7 Pro 呢？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啦哈。好了，那本期的视频我想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了，拜拜。